金贝罗汉武申是个好斗的人，他听说当时的英雄就是白眉徐良，他这心里头从里往外听着那么不舒服。武申一想，我久不到中原，还真没听说有这么个姓徐的，他算哪一号呢？我非得找找他会会气。我们两个人当场动手，比试高低，究竟咱俩谁高谁低？您说这人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所以他在阎王寨黄伦的面前就打了保票。他说：“各位你们放心，不都受过徐良的欺负吗？没关系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。我现在就去找姓徐的，说好了，我把他打个腿断胳膊折，说糟了，我把他脑袋拧下来，提头来见。”大伙儿怎么劝也没劝住，就这个样子，武申离开阎王寨，起身赶奔东京。这就叫无巧不成书。他走的这条路线正好路过华阴县，发现这有座擂台叫招夫擂。武申呢感觉到也挺奇怪，这名词儿真新鲜，所以他也要看看热闹。没想到在擂台上看见了徐良。武申心里说话，这真巧啊，我可省事儿了，省着再跑到东京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他了。人多势众的时候呢，他没过来，他标着徐良。一看徐良进了城了，到了沈中原的家，和尚一想，你在这儿落脚，这妥了，我就要找你比武啊！因此这才找上门来，跟徐良两个人比武较量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一动手他白给，但是徐良呢没伤他，使武申颇受感动。到了这阵儿，武申就感觉到自己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如这徐良，可惜我年近半百，我白活了，不服高人有罪呀！往后我跟徐良，我们得交个朋友。在酒席宴前，这武申呢就把自己来的原因，为什么要比武，前后的经过，以及心里怎么想的，全盘都端出来。武申这个人呢，口快心直，说话呢也不拘小节，所以大伙听着挺有意思。把徐良、沈仲元、王熙正、沈春莲以及屋里众人逗得捧腹大笑啊！白眉徐良也喜欢这样的人，这样人好教，他口快心直，肚子里没弯弯绕。徐良拍了拍他肩头，老师傅很好，虽然咱们初次见面，我就看上你了。你这个人太直爽了，是个热心肠的汉子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徐良乐意跟你交个朋友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也求之不得呀。说话，徐良给他满上酒。这武申忽然又想起件事来。我说徐大侠，
我可不是出卖朋友啊。今天有点事儿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有多少人想要摘你的脑袋？就拿这次我到阎王寨，这座阎王寨就是个大贼窝子。哎呀，收纳了将近1000多人。据我所知，有朝天岭的，有七星岛的，有黑水湖的，还有什么当初在襄阳的、南阳府团城子的、武当麒麟山的，哎呀，我都数不过来。但是这些人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整死你。有人主张暗杀，有人主张嘛什么把你调进阎王寨，有人还主张要把你家里的人进行一次夜袭，全都杀掉。我发现你这人可不错呀，不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，因此我把这实底全交给你了，你可千万留神。徐良一乐，大师傅，这说句实话，自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，这帮人就开始恨我，一直恨到今天。反正我这100多斤也就豁出去了，听天由命，不是他整死我，就是我整死他。对于师傅的关照，我非常感谢。请问师傅，你这下一步到什么地方去？哎呀，我现在正合计这事儿呢。本来我是应天德王黄伦的约请，到阎王寨参加英雄盛会，因为在这个会上大伙谈的你，气得我不辞而别，我就找你来算账来了。看这样子我还得回去。徐大侠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这么办吧，如果早晚有一天你要到了阎王寨，咱俩还许能见着。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今天你给我手底下留了情了，我一定得报恩。早晚你到了阎王寨，一帆风顺，那就不必提了。倘若有个马高凳短，凡是我能帮忙的，贫僧一定尽力而为。徐良再三称谢。吃完饭，武申告辞走了。您可记住，这个金贝罗汉武申没放空炮。到了后文书，按院大人严查散查办山西大同府，就跟阎王寨打了交道了。有一段书，天德王黄伦摆下英雄盛会，实镇赌输赢，徐良现决议，插一插遭了那帮坏人的毒手，这个武申从中帮忙，徐良才得以转危为安。当然这都是后话，咱先不提。徐良和沈仲元、王锡正把武申一直送出城去，这才拱手告别。等大家二次回来，沈仲元手捻虚然一乐呀，梁子，哎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你小子真长了能耐了，不是说你武艺高低，就说你对待人这个处人的方法，我真赞成。你看见没？这武申来的时候眼珠子都红了，就是找你拼命。看那意思，谁说也说不了。没想到你把他治得服服帖帖，叔叔我算服了。徐良也乐了，这可不是我想的办法，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，大能容忍，且容忍啊！什么事情也越不过一个理字去，你敬他一尺，他就敬你一丈。大伙听完频频点头，问徐良：
下一步上哪儿去？徐良说我就住一夜，明天我就得走。因为啊，皇上就给我100天的假期，现在过了多一半了，我爹还叫我早点回家，故此明日我就得告辞回家。次日天光渐亮，徐良起来梳洗已毕，众人请他吃罢了早饭，留是留不住了，徐良这才跟沈仲元等人告辞。等徐良离开华阴县，他有点着急了，他一算计，可不是吗？还有21天的时间了，这21天我再到家里头料理料理，路上还得耽误些日子，还得提前几天赶到开封府，你到那儿得报到啊。初次当官就来个迟到，那多不好呢。开封府有什么事情，包的人怎么安排，我得提前，心里好做的有数。徐良一想，不能耽搁了，快走。说个快走，他就不走大道了，净走一些捷径小路。你想啊，这个小路这事儿他可就多了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竟是狼虫虎豹。徐良凭着自己有能耐，倒不在乎这些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对面锣声响亮，嘡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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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，把徐良吓得一哆嗦。抬头一看呢，从草窠里头、树顶上、石喇子后面蹦出来5、60人，手里各拿着刀枪棍棒，把徐良的去路给拦住了。为首的这个家伙呢，舌头还挺大，哩哩啰啰还念了一段山歌，什么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我这一斧子一个，敢杀不管埋，没我说的清楚。徐良要不是绿林人呢，都听不懂他说的什么玩意儿。老仙儿一瞅啊，乐了。为什么乐呢？面前这5、60人简直就是花子队，没一个穿一样衣裳的，有光着膀子穿裤衩的，有光有上衣底下围着围裙的，即便有一套衣服的，也是前有补丁后有补丁，大窟窿小眼子。一瞅这些人，黄面鸡瘦，是蓬头垢面，就是花子队。为首这大舌头呢，能有30多岁，体格倒是挺膀，光着膀子，下边穿着半截大裤衩，后边还露着屁股，腰里系着根麻绳子，手里拎着把斧子，看着样可挺凶。哎呀，徐良一想，真倒霉啊，想提前早2天回家吧，走小道，没想到遇上街道的了。我这帮花子队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叫你们这模样还街道啊？看这样大概几天都没吃饭了吧。徐良一想，这2天怪闷得慌的，拿他们开心。想到这儿，钉子步一站，我说众位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没听见吗？占山的山大王，街道的，把你头上至脚下，兜里到兜外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扒下来，快！全留下，你光着屁股一走，就饶你这条狗命。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你瞅着我这斧子没？我给你切开两掌。那帮人一喊脱，快把衣裳脱了，你听不听？哦，闹了半天你们是强盗啊！徐良在兜里一伸手，把包拿出来了，往手心一托，慢慢打开。这些贼们一看，哎呦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还有一沓银票。徐良在手里掂量掂量，看见没看见？
哎呀，你们劫道劫的还真巧了，我身上还正带着银子呢。就手心里这一堆没有3千两也差不多少。这要落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头，换换新衣服，买房子置地，吃喝就不愁了。来吧，来取了吧。说着，徐良往脚前一放，这帮贼就一愣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敢过来。还是这个当头的胆子大点。怎么的？给我们了？全给你了，你家去吧，留下我这条命就可以。好嘞。这家拎着斧子就过来，哈腰就捡这包。徐良能叫他捡吗？别看徐良离这包能有40多远，那腿可够得上啊。老心把左腿抬起来，像面条一样，啪，正蹬在这位腮帮子上，把这小贼头横着踹出有1丈5、6尺远，挂钩给踹掉了。说不出话来了。好小子，他打人，剁了他，杀了他，往上一闯就下了手了。徐良打他们就像老叟戏顽童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老仙徐良也没拿家伙，就伸出这手指头来弹这些人的脑崩。这徐良这手指头可有劲儿，弹上就是一个包，比算盘子还大呢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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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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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的这些人抱头鼠窜，是东倒西歪。这时候呢，拎斧子那小子把自己这下巴也拖上来了。你看他还多少会2下子，摸头就跑，了不得了！今儿个遇上刺儿了。刺儿，他这玩意儿就扎手，这是他们的行话。快点跟寨主爷说，这遇上刺儿了。他们转身出来，没有半里地，2个寨主正好迎面来了。因为这小山呢不大，发生点什么事情，里边及时就得着禀报了。听说这打起来了，2个寨主各拉单刀，从山坡上冲下来了。这拎斧子这小贼就说：“二位寨主爷，快看看去，可了不得了！来了吧，一个小子长得像个丑八怪似的，你瞅他长得不怎么的，他妈能耐可大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”躲开！2名寨主气势汹汹，提刀来到出事地点，唰唰，各亮门户，闪目观瞧，正好跟徐良打了个对脸。这2人一看呢，把刀就扔了，帽子正了正，衣服收拾收拾，把带子紧紧，外衣穿得整整齐齐。2个人一抱拳：“好汉爷，您先别生气，恕我2人冒昧，我们敢打听一声，您是不是家住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？人送绰号3手大将，多被人雄白眉大侠徐良啊。”徐良看看他们俩，这俩头岁数都不大，最多的30岁，衣服虽然不那么破，也不见得怎么好，一个黑脸儿，一个红脸儿，2个人五官长得倒挺端正。徐良一想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谁呢？干脆就说实话吧。老媳儿点点头：“你们算说对了，一点都不差正是撒西人。”哎呦，师傅，您怎么今儿赶到这儿来了？请上树，弟子一拜。2人跪下，梆梆磕响头，一边磕着一边跟身后那些人说：“跪下，还杵着什么呢？这是你们师爷，快给师爷磕头。”这帮花子队把手中家伙放下，跟着都磕头。师爷长，师爷短。这下把徐良还真闹愣了。老心儿一想，这是什么战术啊？朱大爷啊，
这个江湖上是五花八门呐，硬的不行就动软的，软的不行就使左道旁门呐。这是不是知道我有两下子？怕吃亏，先用甜言蜜语把我稳住，然后突然向我进攻。想到这，徐良就提高了警惕了，没动地方。我说二位请起，各位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我这个人记忆还是挺好的，我怎么没记得我见过你们呢？口称师徒，这是从哪儿论下来的？请你们二人说清楚。师傅，难怪您呐不认得我们。其实我们呢也没见过您。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我们就说真的得了。我是大哥，我姓蓝，我叫蓝天本，这是我兄弟叫蓝天玉。您别看我们俩这份模样，在边北辽东还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蓝氏双杰。这后边这都是我们的弟兄，因为这几年呢净走倒霉字儿了，找什么职业也找不着，为了吃口饭把良心往嘎叽窝里一夹，我们就当了贼了。当贼可是当贼，坏事我们可不做。说抢男霸女的事儿我们一概杜绝，顶多呢就是把人吓唬跑了，把包给留下，我们糊弄点粥喝。关于详细的内情啊，您要乐意听的话，将来有机会我们跟您讲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哥俩虽然抢人，可是好人。我们哥俩没事就许了个心愿，说现在武术之中五大派13宗81个门户，我们谁都不赞成，就赞成老师您呐。所以呢，从心往外就把您当作恩师。不信呢，您跟我们到里边看看去，我们那里边还有个佛堂，中间搁这个牌位就是您老人家的名字，我们天天烧香磕头，就拿您当师傅了。您怎么能知道呢？哎呀，真是那句话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两个人真有见面的机会。神差鬼使，怎么老师您就到这儿来了呢？方才我们一瞅您这副尊容，白眼眉为髻，就断定是您。师傅，请您恕罪，弟子我们这磕头喽。徐良听完了，把嘴捂上了，这顿乐呀。这个人呐，真是长短良莠不齐，什么人都有。当时这气儿就没了，觉着这两个人怪可怜的。请起，请起。哦，你们姓蓝啊？不错，姓蓝。好吧，既然你们有心拜我为师，我感觉到挺高兴。不过你们干这种营生我可是不允许的。是老师，刚才我们没说吗？但有一线之路，谁乐意当贼呀？老师，只要您指点迷途，往后我们一定改邪归正。说话之间往里走，徐良啊就不像刚才那么有气了，对他们呢基本也就熟悉了。其实徐良也想过，就你这100来人，真要有什么弯弯绕，架不住我金丝大环刀一步了，那你们可自找苦头。也没拿他们当回事。一边走着一边说话，从谈话之中，徐良这才知道，这蓝氏双杰呀，边北辽东人，过去家里还家趁人职，他父亲还是个镖头，叫蓝德奎。
因为有一年呢给官府保镖，结果这镖丢了，家里是砸锅卖铁包赔了人家的损失，不但说把家底儿给估了，爹还被投进大狱。老头在监狱里压了3年，家里是一贫如洗呀。最后老头是服气而死。蓝氏弟兄走投无路，这才当了贼。他们那意思，我们也不干什么坏事，就是把有钱人家那富裕钱啊，我们能抢点，将来找个正当职业。可说的挺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这两个人是到处奔波，走投无路啊。后来在边北辽东就混到关内，中原地带不好站脚，他们又跑到偏北塞外，这个地方叫黑山头，属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之处，又叫三不管，可以有他们藏身之处，因此他们哥俩就占据了黑山头。日子不多呢，凑了这么100来人。打听这些人都是陕西米脂县榆林县一带的，还有山西大同府一带的，其实都是好人家的。因为靠着边境经常打仗，土匪出没，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，有的家里房子被贼人给烧了，有的人被贼人给杀了。可官府呢根本就不管，你房子被烧了倒霉，你人被杀了活该。这些贪官污吏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？因此这帮人为了吃口饭，3、5成群，也就流落成贼了。后来有人到蓝氏弟兄眼前，一看这哥俩挺仁义，回去这么一说，你介绍我，我介绍他，越介绍人越多，才有今天这般人马。闲言少叙，蓝氏双杰把徐良让进聚义厅。这个聚义厅这个破呀，甭提了，板凳还3条腿，那头拿砖支着。徐良这才落座，哥俩吩咐一声：去，把那驴杀了。你看还有财产呢，前些日抢了头驴，为了招待徐良要杀了。时间不大，驴杀了，还剩下点酒款待白眉。酒席宴前，徐良就劝他们俩，可说来说去，这哥俩向徐良提出一件事来：师傅，您来的太好了，我们这黑山头的后山出现了一宗怪事。